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上次是说了必须用光之石才能进化的暴梦，这次就来说说用日之石才能进化的暴梦吧。注意啊，这两种石头不是一种啊，还有人以为光之石就是月之石的。臭臭花，臭花使用月之石会进化成霸王花，用日之石则会进化成美丽花。美丽花是极为少见的，进化后就会减少属性暴梦。臭臭花是毒系加草系的，而美丽花仅有草系。美丽花在晴天的时候会聚在一起跳舞，据说这是召唤太阳的仪式。不过他也就只能跳跳舞了，对战中压根就看不见他。无印240级相当有意思，一群臭臭花居住在草原上，这个草原上有两种风向不同的风，分别会带来夜之石或者日之石的能量。沐浴了带有能量的风后，臭石就会进化。两种进化型因为抢夺地盘关系很差，结果最终因为气流紊乱，两股风混在了一起，这让臭臭花无法决定自己的进化方向，最终双方和解。像是种子。向日种子使用日之石会进化成向日花怪，设定上向日种子是最弱小的暴梦之一，它遇到天敌只会晃动叶子，此外没有任何的反击手段。进化成向日花怪后，行动也会受到时间限制，晚上就会一动不动的。动画中火箭队去向日花怪养殖基地偷花参加比赛，小次郎为我们展现了鉴定向日花怪品质好坏的神迹。向日花怪在对战中也相当的边缘化，没有什么存在感，种族值第一下是硬伤。木棉球，木棉球使用日之石会进化成风妖精，原本它是草系的，不过在第6世代的时候它增加妖精系。风妖精和下面的全安小姐是版本对应的暴梦，它只在黑版本中出现，而全安小姐只在白版本中出现。木棉球会和同伴紧贴在一起，它们在空中飞舞的样子非常惊艳，如果下雨身体就会变重，所以雨天看不见它们。风妖精是非常热门的辅助手，特性恶作剧之心的它有着非常多好用的招式，在剑盾对战中相当常见，如此凶猛悍将在动画中几乎没有人收服，着实让人费解啊。百合根娃娃，百合根娃娃使用日之石会进化成全安小姐，全安小姐是非常高贵的宝梦，如果不经济培育，同样的花朵就会枯萎，一旦开花，香味让人放松身心。全安小姐是只有雌性个体存在的种群，动画中露莎米奈、卡加利都有全安小姐，其中露莎米奈全安小姐使用花香一度迷惑了小镇木枭，这让马奥的田武尼很生气。全安小姐在对战中和煤炭龟的组合被叫做花龟体系，全安小姐的特性叶绿素在煤炭龟的日照特性下触发，这样全安小姐会变得全场最快。闪电蝎，闪电蝎使用日之石会进化成光电闪蝎，光电闪蝎其实一般系加电系暴梦，看外表一定不知道它有一般系这个属性。光电闪蝎用电刺激肌肉会跑得飞快，光电闪蝎的3个特性都和天气有关，但第6世代取消了永久天气，这让光电闪蝎的地位有点尴尬。看似沙暴队、晴天队和雨天队他都能带，但实际上3个队伍都不是很欢迎他，毕竟他单体的能力有点弱。动画中希特农有一只光电闪蝎，以高速压制小镇联美路农，小镇于是将联美路农换下，派出了摔跤鹰。摔跤鹰抓住光电闪蝎，使用闪光技能空隙，使用飞机踢击败了他。后来在路人小孩挑战时候，他也有出现，被可拉击败，实力不算是很强。以上就使用日之石进化了暴梦了。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